解密健康密码，让生活更美好。泡脚的健康密码。在医学领域，泡脚这一传统养生方式的益处备受认可。它能促进血液循环，舒缓肌肉紧张，减轻身体疲劳，还能有效提升睡眠质量，是一种温和且有效的放松手段。然而，并非所有人都能从泡脚中受益，某些特定人群若贸然泡脚，尤其是使用温度偏高的水，可能会对自身健康造成不利影响。寒冬时节，睡前泡脚成为许多人热衷的养生仪式。当双脚进入温暖的水中，一股暖流从足底缓缓升腾，迅速传遍全身，不仅驱散了冬日的寒意，让人全身暖烘烘的，还能有效提升睡眠质量。这是因为泡脚能促进血液循环，使身体各部位得到更好的滋养，放松身心，为安稳的睡眠奠定良好基础。不过，医生特别提醒，有部分人并不适宜泡脚，我们必须对此予以重视。一、这6类人不适合泡脚。一、心脑血管疾病患者。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而言，泡脚时的高温环境会对神经产生强烈刺激。一旦脚部的毛细血管因受热而扩张，血液流速就会加快，这会在短时间内给心脏和血管带来额外的负担。例如，对于患有冠心病的患者，这种突然增加的心脏负荷可能导致心肌供血不足，引发心绞痛，甚至有可能诱发更严重的心肌梗死。有研究表明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泡脚后，血压短时间内波动幅度可能会比正常人高出 20% 至 30%， 无疑大大增加了发病风险。二、静脉曲张患者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王克勤指出，静脉曲张患者泡脚时，脚部温度升高会使局部血流量显著增加。原本就因静脉瓣功能不全导致血液回流不畅的下肢静脉，在血流量增大的情况下，回流负担进一步加重，使得曲张的静脉更加扩张。临床案例显示，约有 30% 的静脉曲张患者在泡脚后，腿部肿胀和疼痛症状明显加剧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如果这类患者同时合并心脏病，泡脚后回流入心的血液相对减少，极易诱发心绞痛。有一位55岁的患者，本身患有静脉曲张和轻度心脏病，在一次长时间热水泡脚后，突然出现胸痛、胸闷等症状，紧急就医后被诊断为心绞痛发作。三、高血糖人群。糖尿病患者常常并发外周动脉硬化狭窄和末梢神经病变，这会导致下肢感觉神经功能异常，使他们可能无法准确感知水温。同时，由于皮肤血管不能正常扩张，体内热量无法通过足够的血液循环及时带走，就可能导致局部热量聚集，进而引发烫伤。据统计，糖尿病患者因泡脚烫伤而就医的案例中，约有 70% 是由于对水温感知不敏感所致。而且，糖尿病患者伤口愈合能力较差，一旦烫伤，不仅治疗过程漫长，还容易引发感染等严重并发症。四、脚部冻伤的人。医生妩媚提醒，当脚部温度低至身体正常耐受程度以下时，皮肤和肌肉处于僵硬状态，此时无法承受巨大的温差变化。如果贸然泡脚，轻者会加重冻伤病情，使冻伤部位的红肿、疼痛加剧；重者甚至会导致肌肉与骨骼剥离，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。曾有一位在户外工作的工人，因脚部冻伤后回家立即泡脚，结果冻伤部位迅速恶化，不得不进行手术治疗，给身体和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痛苦。五、经期女性。经期女性身体较为敏感，用过热的水泡脚会加速血液循环，导致经血流量增多。这不仅可能引发身体不适，如头晕、乏力等，还可能影响月经周期的稳定性。据调查，约有 40% 的经期女性在使用过热的水泡脚后，出现了月经量明显增多的情况，其中部分女性还因此出现了经期延长的问题。六、脚部有外伤者。无论是因意外导致的外伤，
还是疥疮、化脓、溃疡等皮肤病症，都应避免热水泡脚，因为热水会刺激伤口，可能引发疼痛、感染，延缓伤口愈合。以脚部溃疡患者为例，泡脚后溃疡部位更容易受到细菌侵袭，增加感染风险，使病情恶化。2. 泡脚时常犯的几个错误。1. 每次都出一身汗。有些人认为泡脚时每次都出一身大汗才达到了养生效果，但河南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吕佩婉表示，这种做法反而对身体有害。传统医学认为，出汗需要阳气和津液共同参与，频繁出大汗会过度消耗阴液和阳气，可能导致身体出现怕冷恶风、手脚冰冷或口燥咽干、腿抽筋、大便干燥等症状。泡脚的最佳状态是泡到全身微微发热，似出汗却未出汗，此时身体的气血得以温和的调动，达到养生的目的。2. 泡脚水温过热。泡脚时水温过高极易引发烫伤，尤其是对于儿童、老年人以及感觉神经功能减退的人群。有数据显示，在因泡脚烫伤就医的案例中，水温超过50摄氏度的占比高达 60%。因此，泡脚水温最好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，最高不宜超过45摄氏度。可以使用水温计测量水温，确保温度适宜，避免因水温过高对皮肤造成伤害。3. 泡脚时间太长，长时间泡脚，肢端血管持续处于扩张状态，在血供不佳的情况下，这容易导致肢体缺血症状加重，还可能引发头晕等不适症状。研究表明，泡脚时间超过30分钟，出现头晕、乏力等症状的概率会增加 30%。因此，泡脚时间最好控制在20分钟以内，不宜超过半小时。4. 吃完饭立刻泡，泡脚会加速血液循环，导致下肢血管扩张。饭后立即泡脚，可能使部分人群胃肠的血液供给减少，影响消化吸收。有研究指出，饭后立即泡脚的人群中，约有 50% 会出现消化不良、腹胀等症状。因此，饭后半小时之内不宜泡脚，最好在饭后1小时后再进行。5. 泡完脚后不擦干。有些人泡完脚后选择自然晾干，这种做法容易导致湿寒之气从脚部侵入体内，增加受凉感冒的风险。尤其是在寒冷的季节，脚部水分蒸发会带走热量，使脚部温度迅速降低，寒邪更容易趁虚而入。泡脚后应马上用干毛巾擦干，必要时涂抹润肤膏。体弱或生病者最好再穿上一双袜子，以保持脚部温暖。3. 怎么泡脚才能更健康？ 1. 水温要因人而异，人体正常体温是36摄氏度至37摄氏度，泡脚的温度一般比正常体温高出2摄氏度至3摄氏度，约为40摄氏度。但应根据不同情况适当调整，脚上茧较多的人对温度的耐受性相对较强，水温可适当高一点，而皮肤娇嫩的人水温则要低一点，以免烫伤。例如，儿童的皮肤较为娇嫩，泡脚水温应控制在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。老年人感觉神经功能有所减退，水温也不宜过高，以40摄氏度左右为宜。2. 泡脚水没过脚踝。对于泡脚水的深度，虽然没有严格要求，但如果洗脚水太浅，水很快就会凉，需持续添加热水，不仅麻烦，还难以保证泡脚的效果。将泡脚水没过脚踝，能更好地促进下肢血液循环，使泡脚的功效得到充分发挥。一般来说，泡脚水的深度以没过脚踝上方2至3厘米为宜。3. 泡脚最好别太晚。虽然很多人认为睡前泡脚有助于改善睡眠，但并非所有人都适用。对于有些人，尤其是气虚严重、阳气不足的人，泡脚后阳气更不易内敛，可能导致夜晚兴奋，反而难以入睡。有研究发现，这类人群在睡前1至2小时泡脚，对睡眠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。因此，泡脚时间最好根据个人体质和作息习惯合理安排，避免在临近睡觉时间泡脚。4. 洗澡前不要泡脚。
泡完脚后，全身毛孔处于张开状态，此时脱换衣服洗澡，很容易着凉。而且洗澡水的温度通常比泡脚水低，湿寒之气可能从脚部进入身体。建议先洗澡，让身体适应温度变化后再进行泡脚，这样既能享受泡脚的益处，又能避免受寒。5. 泡后补充水分。泡脚时，人体会通过皮肤和呼吸等方式丢失一定水分。泡完后可以喝2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，大约是一个一次性纸杯的量。及时补充水分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使泡脚的养生效果更好。泡脚虽好，但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和操作。了解哪些人不适合泡脚，避免泡脚过程中的常见错误，掌握科学的泡脚方法，才能让泡脚真正成为促进健康的有效方式。